这么快啊？为了你的好戏，已经拖了1日。长公主府那边有动静了？长公主暗中处理了一个太医，据说是诊出了喜脉。怎么做到的？我记得你懂些号脉，久病成医，是懂一些。来号号我的。谁的？问你话呢。9月的。我跟你说过，它是用毒的。我知道它是用毒的，若我不自己亲自试一试，怎么知道好不好用呢？这药除了假脉，还有什么别的危害？没有别的危害了，是之前9月自己试着玩，我无意在旁边听说过。胡闹！没有胡闹，婉宁未必想让我嫁给沈玉荣。若此时传出她怀孕一事，我就有机会脱身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在婉宁面前，沈玉荣护不了你，我可以。我知道。你是怎么给长公主下毒的？婉宁提防我，但暂时不会提防娘娘。我想在娘娘的生辰宴上对她下药。什么药？不是什么害人的毒药，只是让人假怀孕的药。等过了一段时间，药效会自然消失。你可真是胆大！多亏了肃国公抓到了丽妃的把柄，我才说动了他助我。现在赐婚仪式已经解决，你的计划还要进行吗？自然要继续。我想看到婉宁和沈玉荣被揭露于人前，我也想帮你抓住成王的爪牙。沈玉荣不会让他这么做的，那就由不得他了。那你在我没有回来之前，切记行事要万分小心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让赵柯去给我送信，或者等我回来再做决定。知道了，肃国公，我可没那么弱。你的厉害，我是知道的。你走之前，我还想跟你说一句谢谢。谢谢你带我回京城，谢谢你从头至尾都没有舍弃我这颗棋子。如今我已接近功德圆满，是我回报你的时候了。还记得你之前碎尸的时候我对你说过的一段话吗？我祝你前路坦荡，恩仇得报。如今我再加一句，我希望你随心所欲地活着。等会儿就启程吗？对，尽力就好。你还记得你父亲的葬礼吗？师父，从今往后我会驻守北疆，继承师父的衣钵，守家卫国。总有一日，我会亲自带兵收复失地，为师父报仇。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他哭得很假吗？我也觉得。你爹都死了，你怎么不哭啊？我爹说过，倘若有一日他战死沙场，我应当笑着来送。可你也没笑啊。或许他不是战死沙场。你要查吗？你让我查吗？这里还有几个人，你也帮我查一下。
你不先找人查查我吗？手，手，闭眼。我能看透你，幼稚。朕信了你8年，朕会一直信你。早去早回，朕在京城等你。狗山，跳啊狗！行，你不是喜欢跳舞吗？跳啊！跳啊！看来你是想让本王跟你一起跳，跳不跳？跳不跳？什么狗屁公主，都已经被送来当质子了，还认不清自己的位置。从今日起，以后你就是我这营帐里最下等的贱妾。一坤，我去跟孩子打起来的诺，俺们不去横那亚坤。
这种情况实属罕见，属实是上天眷顾。若是我不要这个孩子，将来能否再怀上？能不能有这般运气，可就不好说了。殿下，张太医的家属也已经处理好了，接下来你打算什么？你打算留着这孩子吗？贱婢！我肚子里的孩子容不得你来智慧。殿下腹中的胎儿一日日长大，终究是瞒不住的。若是被圣上、被外人发现，恐怕是解释不清。殿下，你一心怜惜那人，倘若事发，圣上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若是发现是那人的骨肉，那人的仕途怕也是毁了。殿下，你定然会心疼的。可这是我与他的孩子，我要留着他。至于接下来该怎么办，倒也不着急。现在我肚子里的孩儿还不足月，旁人也看不出来。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好好养我肚子里的孩儿。现如今人心叵测，想害我肚子里孩儿的人数不胜数，我得好好保护他。奴婢会保护好小殿下的。快去把沈玉荣叫来，马上。是。放下！连虫子都知道要往上爬，更何况是人呢？有些人从出生就已经在顶峰了，你精心筹备再久的事情，依然会被他随手丢来的东西给替换掉。老天啊，你可真不公平！难道出身低贱的人就该活得低贱吗？沈学士，长公主请您去公主府一趟。怎么让你亲自来请了？怀孕？是不是弄错了？张太医诊断的，错不了。你不高兴了？还在生我的气？殿下如今这样，臣还如何生气呢？我这孩子来之不易，反正你迟早也要做我的驸马。如今不过是提前一些罢了。我请圣上赐婚。殿下不怕此刻要求赐婚，别人会觉得殿下与臣暗通款曲吗？我管不了那么多。可是我不能不顾殿下的名声。名声？你觉得我在乎名声吗？以前也许在乎。自我从代国回来，殿下。好了，我不说了。我只想要我肚子里的孩子有一个名正言顺的父亲。这也是我的第一个孩子，我也希望做他名正言顺的父亲，但此事不能操之过急，否则后患无穷。那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不想娶我，对吗？殿下想太多了。沈玉荣，
我是大燕的长公主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我只在乎能不能与我喜欢的人厮守终生。我不信，我想要的东西得不到。那殿下想让臣如何做呢？欢欢喜喜的引我们母子回沈家。娘子，长公主府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沈玉荣刚去了长公主府。箭在弦上，果然不得不发了。接下来要我这边怎么做？帮他们烧一把火。喝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们大招的守卫也未免太森严了，连我进来都得扒2层皮。那你怎么不拿我给你那个铃铛啊？那些兵卒怎么可能认得出你的铃铛？那你可以直接说，你是大燕的肃国公，谁敢拦你啊？我此次是秘密前来的。秘密？见我还需要秘密前来啊？我是来找你哥的。你爱找谁找谁，走走走，你别在我这儿待着。没想到大招的护卫如此厉害，若不是9月的铃铛，我怕是都已经没命了。肃国公说笑了，以你的身手，只要不想被抓，凭我大招护卫，恐怕很难得逞。你是故意的，早点受伤，早点被抓，以免真有什么摩擦，生起误会。说说吧，你想要我做什么？我想要一支部队，以防我大燕可能出现的乱臣贼子。在你来之前，成王的人已经来找过我了。待成王从北方起兵时，陛下只需在大昭边境掣肘，牵引大燕军力，赵业腹背受敌，必然一触即溃。到时成王称帝，定不亏待大昭。陛下刚刚赶走了国内的反叛势力，想必正需大燕的支持。但若陛下不愿合作，甚至非要帮助那赵业负隅顽抗，那等成王称帝，想必第一件事便是清算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不敢，成王实力远超赵业，只是不想陛下一时糊涂断送了这刚刚打下的基业。关于大燕皇帝和成王，我的僚臣们已经认真讨论分析过了，认为大燕皇帝胜出者可不超过半数。肃国公，我希望你能理解我。倘若我帮了你们，我不仅是赌上了我的身家性命，更是赌上了我的大昭国运。所以无论你们哪方赢了，只要你们大燕皇帝或者成王愿意给我们大昭带来和平，那我都可以接受。陛下是在等我出嫁吧？若是陛下觉得成王稳赢，恐怕早就已经和成王缔结盟约了吧？不是吗？这是你们大燕自己的事，我小小大昭左右不了战局。倘若成王获胜，我大昭自然会准备一份大礼祝贺成王。那个时候送和现在送是两回事。那成王想要我做什么？陛下不是刚刚与大燕会盟吗？赵业自然认为你是他方之兵。成王要的不多，只要你继续给他这个错觉，待成王起兵之时，还望陛下雪中送炭。我是没有答应成王，但不见得我就要答应你啊。圣上说了，只要陛下愿意帮忙，条件你开。你于成王而言不过是锦上添花，就算他赢了，也不一定会感激你；而你对圣上而言，则是雪中送炭，他一定不会亏待你。就算大燕皇帝真的赢了，我又怎么确保大燕皇帝事后会履行他之前的承诺？陛下亲自入我大燕，见过我朝皇帝，圣上之诚，缓不得一信吗？我是信不过他，但我信你。
就看你愿不愿意答应我的条件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说，长公主身孕了？胡扯！长公主都没有招驸马，怎么可能有身孕啊？你才胡扯！信不信？长公主马上就要招驸马了。那你说这未来的驸马爷是谁啊？我曾听说有人见过沈学士进出公主府的，你说该不会就是他吧？来了，嗨，等着看吧。那总不能凭空多一个没爹的孩子吧？也是啊。娘，我哥呢？这一大清早去翰林院了，你着急忙慌找他干什么？我听说长公主有身孕了，我哥跟你说过吗？谁说的？大街上的人都在这么传啊。假的吧？要是真的，你哥早就告诉我们了。哥和长公主的事情，他什么时候主动跟咱们说过啊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翰林院，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陛下，听苏内官说，陛下这药没喝啊？这药越发苦了，正喝了一碗，这一碗再放放吧。陛下，你染上了风寒，这药既是治病又是调理，2碗在一起才最好。我让他们又热了热。陛下，你还是喝了吧，免得臣妾想起来不放心。你呀，总是有千万种法子哄朕喝药。陛下，近日可听到一件传闻？什么传闻？听说婉宁长公主有身孕了，都传到宫里来了。哎，你说这婉宁待字闺中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流言？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传闻？是啊，此事事关皇家的颜面，这传谣言的人，是否想对皇家不利啊？那依你所看，该当如何？派个太医去给婉宁把个脉，谣言自然会破了。是个好法子。不过，若是太医独自前往，以婉宁的性子，怕是会被赶出来。臣妾倒是愿意同太医一同前往，顺道瞧瞧婉宁。自从出了这个谣言，她也不大外头走动了，臣妾也有日子没瞧见她了。好，那就辛苦你了。臣妾应该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那个长公主啊，好像怀孕了。你听说了吗？啊，谁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听别人说的。这事真的假的？看怎么敢好猜呀？怕是信不得呀。这苍蝇还不叮无缝的蛋呢。要你们找的书，都找全了吗？啊，再找。玉荣，出来说话。来，娘，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你和长公主到底怎么了？外面到处都在传，长公主有身孕了。到处，是什么意思？大街小巷都传遍了。哎，你先别走啊！你跟娘说说，你跟长公主到底怎么了？娘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既然传得人尽皆知，那势必是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，这怕是一场阴谋。我去想办法解决，娘没事不要出来添乱了。哦。丽妃娘娘万福。长公主，娘娘今儿怎么有空过来呀？我最近听说了一些风言风语，就来看看。哦，什么言语啊？有人说，长公主怀孕了。这种话娘娘也信啊？我自是不信，圣上也不相信，所以今儿我就把太医带来，给你看诊。放肆！我岂能因为一些谣言就任凭你们摆布？正因为是谣言，所以要查清楚。毕竟现在外面都在传说，
是专给长公主看诊的张太医传出去的话，可现在这个人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太医院有责，所以再为你遣太医来，要我看呀，这有病没病的，瞧瞧也好。宫里的女人们时不时的还请个平安麦呢。虽然你在外头，可是也要顾惜自己的身子。老东西竟敢传我的谣言，待我找到他，撕烂他的嘴。哼，太医院也在找他呢，可惜啊，他连家都空了。若是再寻不到的话，就该寻到你这儿来了。定是那老东西携家人一起潜逃了。娘娘可千万不要姑息啊！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又有一种传言，说那个张太医，可能是知道了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被人给……哪个无耻之徒，让他来跟我对峙？哼！我本也想把那个造谣的人给抓了，可是这转念一想，越抓，越显得咱们皇家心虚。我这想来想去啊，还不如咱们堂堂正正的把谣言给破了。你说是不是啊，万宁？楚太医，给长公主好好诊脉。是娘娘。长公主，请。长公主这是？我是长公主，千金之躯，岂能凭几句谣言就被迫自证清白？你们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回去如实禀告圣上，长公主就等圣上亲自传召吧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我要跟丽妃娘娘单独聊聊。丽妃娘娘，我看你是不长记性了吧？怎么都忘了娴妃的事情？长公主在威胁人之前，不妨先查一查你手中握的人是谁。你什么意思？长公主多聪明啊，还需要我提醒吗？你要站在薛芳菲那边吗？我哪边也不想站，哪边我也看不上。自从我姐姐病了，我的心再也没有那么要强了。是你先逼我的。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别人威胁我了。好了，今日就到这儿吧。我回去会如实禀告圣上，长公主也好生养身子。得闲的时候呀，你也想想，如何向圣上解释你这腹中孩子的缘由。殿下，沈学士来了。你可算是来了，现在随我去面圣。面圣，此刻面圣万万不可。万万不可！你知不知道丽妃刚刚来过？你知不知道丽妃怎么威胁我的？丽妃，皇帝此刻应该清楚我怀孕的事情了。你不做驸马，我要如何解释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的父亲是谁啊？丽妃，她不是殿下这边的人吗？你管丽妃呢？丽妃就是条狗，谁给她骨头，她就对谁好。事到如今，你到底在犹豫什么？你要怎么样啊？殿下不觉得不对劲吗？最近发生的事情，好像总有一双手在背后推动着。你什么意思？殿下一怀孕，消息立马就泄露了，从市井街头传开，甚至传到了朝堂。之后，丽妃便借着证实谣言的名头，带太医找上门来。如果背后没有人操控这一切，
事情怎么会发展得如此之快？谁干的？李飞、薛芳菲，或是萧恒，还是他们要一起？他们要干嘛呢？殿下先冷静一些，无论对方是谁，我们只需要弄清楚他们的意图，他们便控制不了我们。你觉得他们的意图是什么？我觉得他们想要看到的，就是我们承认关系，借此来指控你我二人的奸情，陷你我于不义之地，为他们彻查薛家的命案开一条道。薛家的案子哪有那么容易查得清？我们为何要管？薛家事小，成王呢？成王进京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如果殿下此刻出事，成王便会授人以柄。哥哥，待成王成就大业，江山易主，到时候就不会有人过问我们之间的事情。我们两个还可以生很多很多孩子。沈玉荣，你知道这个孩子对我来说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往头打进去，我都要保住他。那么殿下愿意受委屈吗？你有办法保下他？答应我。办法是有，可是婉宁，我不想你这么做。你要我受什么委屈？这个孩子的父亲只能是李锦。天微亮，抬头望着春光秀暖阳。你说什么？这是唯一能够保下孩子的办法。这是你沈玉荣的孩子呀。我明白，可要留下这个孩子，就要让人相信有个合理的父亲。纵观整个朝野，唯一身份地位匹配，且能够听殿下安排的，恐怕只有李相国了。李家二位公子，李莲出家，李锦未婚，他便是最佳的人选。那是唯一能够让你安心养胎的地方。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暂且忍耐一下，等孩子出世，想必成王的大业已成。到那个时候，再随便找个由头合理，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。这样，那些想毁掉我们的人，就不会有机会。沈荣，说了这么多，不就是不愿意做我的父母吗？不是吗？我死不足惜，殿下做任何选择，我都陪殿下一起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你在逼我！你明明知道，你明明什么都知道。父亲，你是说要让我去做长公主的驸马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可有听闻有关长公主的一些传闻？略有耳闻。我们李家也不是什么低门小户，怎么能让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占了我们李家长孙的位置？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受，但这也是一个你能够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婉宁长公主的背后是成王。父亲想过没有？这个孩子生下来还好，可但凡在我们李家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怕是我们都会受到牵连的。我自然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，但这可是长公主的旨意，我李家断没有拒绝的可能。景儿，如果长公主能够嫁过来，对我们和成王的结盟自是有好处的。你是个聪明人，
必须要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。啊！娘子，我刚听下人说，长公主要嫁到李家了。李家？当真？要不我再去街市上打听打听。好。好你个沈玉荣，倒是我低估了你的心机。按说长公主的大婚也是件大事，怎么办得如此潦草？据说今年定州等地遭了灾，长公主不想铺张，让臣民们知道皇家的心是跟百姓在一起的。皇家的话你也信啊？咱就是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长公主的腹中就是个野种，根本就不是李大公子的，李家就是个障眼法。看来长公主怀孕那个事情是真的，皇家为了止住流言蜚语，便让二人迅速成婚了。哎，哎呀，头好晕啊！哎呀，好晕好晕啊！请长公主、驸马共饮合卺酒。驸马，有趣。放肆！敢摔本公主的酒！梅香，我累了。是。驸马，听不到本公主说的话吗？
岁月忙，谁眷顾少年无心叹韶光？梦一场，走不完人生苦短寂寞长。曾以为兴衰里独行，宠辱都不及。谁预料黄粱梦不醒，繁华长泡影。耗尽一世聪明，参不透好风景。托付了性命，才知爱恨都是情。多盼望如一向太平，云淡也放晴。早注定此生不安宁，风细雨不停。枉费一世聪明，换不回好光景。追随了宿命，才知爱恨都无情。你哥今天怎么了？感觉他和长公主的事情被掩住了，我哥轻松了许多。吃啊！愣着干嘛？对，吃饭。儿啊，我听说圣上赐婚了长公主和李大公子。你有什么打算啊？还能做那个驸马吗？驸马只是一个头衔，有那么重要吗？什么意思？吃饭。怎么样，舒服些了吗？姐，你别总来看我了。我现在还活着，能看到你和父亲，我就很知足了。我不只要救你，我要让你好好活着。姐，我听府里说，长公主成亲了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没跟沈玉荣？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。总之，现在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那太好了。等你的计划成功了之后，我还想和你一起回怀乡，我还想去看看琼枝，也不知道她的债还没还清。你还记得琼枝？当然了。也许她已经忘了我吧。她还记得你。我去洛阳时，是她告诉我父亲还活着。你怎么会去找他？我刚到洛阳，也不知道该去何处，就想起了他。他感激你曾经帮过他，遭尽磨难，打听到了父亲的下落。那他有没有问过你，为何之后我没再去找过他？他得知你的死讯后，泣不成声。那他现在过得怎么样？她嫁了一个好人家，去了很遥远的地方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人欺负她。好，挺好的。他现在过得挺好的，而且也没有忘记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哎呀，药好了。
昭，你给谁的呀？这么用心啊！我的心上人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我还是良家女，他大概对我很失望吧，所以再也没有找过我。她嫁了一个好人家，去了很遥远的地方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人欺负她。今天运气不错，抓到一只大的。小恒，功劳算你一份。还要抓多久？我快热死了。走吧，差不多了。谢谢你今天来陪我。你嘴里难得说出来谢谢。怎么，就许那个阿离说，还不许我说啊？还在生气啊？我生他什么气？他又没惹我。再说了，就算是我生气了，你还会替我出气吗？不会。那不就得了？你什么时候走？明天。事情没谈成吧？我哥他为难你了？倒也没有，就是提了些条件。9月回到大昭之后，茶饭不思，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但自从你来了之后，他好似又活过来了。小女孩的这些心思，我哪怕是再愚钝，也很难察觉不到。萧恒，你知道的，我在这个世上只有9月这么一个亲人，我想要他好好的。陛下是什么意思？和亲。我希望你能来大昭当驸马。你是大燕皇帝的心腹，而9月又是我的妹妹。只要你们之间有了婚事，那我们之间就是一家人。没有比这更可靠的承诺了吧？9月现在正是适婚年纪，而据我所知，肃国公现在也尚未婚配。加上大昭和大燕现在的形势，依我看，这恐怕就是天作之合了吧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，自然要看你的意思了。那若是我说9月，如今圣上主和，而成王则截然不同。成王野心勃勃且好战，就算他得到了大燕，也不会善罢甘休。若是到时候大燕和大昭打起来，定会停！你知道的，我听不懂这些。我想听什么，你应该清楚的。好，那我就跟你直说了。第一，兵我必须要借；第二，婚约我不可能答应；第三，若是前2条你不答应我，那我就回大燕等死。那你刚刚还说什么看我意思啊？自然是要你去拒绝你哥喽。我呸！难怪你今天会来陪我，原来根本就没安什么好心啊！我真是看走了眼了，怎么会喜欢你这么个无赖呢？假意奉承才是无赖，我坦诚相告不好吗？不就算了，我回大燕等死。你回来！最后一次啊，之后你死哪儿都和我没关系。滚！滚！滚！驸马，又怎么？长公主说，那早饭让她感到恶心。下去吧。是。殿下，听他们说，你觉得这些膳食
不合胃口。我吃起来觉得恶心。这些膳食，都是我母亲询问过大夫之后，令人特意准备的，种类繁多，一样两样你不喜欢很正常，但总不至于你都不爱吃吧？人和人的口味就是不一样的。我吃起来觉得恶心，你要逼我吃下去吗？不敢。我去后厨吩咐他们，再准备些新的样式和口味，再给殿下送来。海棠，烤得怎么样了？娘子，姐，阿昭，你坐。你怎么出来了？苏国公要回来了，我也想给他接接风。在国公府被照顾了这么久，还挺不好意思的。今日父亲如何？已经睡了。父亲的状态越来越好了，他今天居然冲着我还叫出了阿昭，我激动的眼泪都要出来了。看来离薛县令清醒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怎么了？你干什么去啊？肉已经烤好了，切下来就可以吃。我们呀，就不打扰你和姐夫了。来了来了。你谁呀？你是谁啊？我问你是谁？我是江家二娘子江离。哦，江家，江乌龟是吧？江乌龟？对呀，做事缩头缩脑的，不是江乌龟是什么呀？哎，不过他女儿倒是挺精神。哎呀，老将军，我还去接你了呢，你怎么都没等等我呀？不就是不想我来这国公府吗？我孙子的地方我不能来吗？老将军，你误会了，咱们主君不都还没回来吗？我本来想着等他到了，我再去禀告你。禀什么告啊？头发都等白了，来了吗？不想见我是吧？我还不想见他呢。多酿了2坛子，你们留着喝吧。走了。你可是帮先皇打下江山、战功显赫的萧大川，萧老将军。听听，听听。这丫头，嘴儿甜，好听，我爱听啊！走了，回家了。哎，我送送你。哎，主君，你回来了。文纪一会儿领10军棍。我说过不要让闲杂人等进门。这。你们回来的正好。这东西不用管，以后我让人扔出去。这是萧老将军。我知道，他每年都送，我每年都扔。这是为何？你确定我们这么久没有见，我回来第一件事你就要跟我聊我和宋九人的事情？哇，院子里飘来什么味儿那么香啊？啊，是薛昭和海棠准备的烤肉，给肃国公接风呢。大昭不愿意借兵。愿意是愿意，就是
要让我入赘到大昭去。是吗？那你去好了。对呀，那我现在答应应该还来得及。你还没答应呢。那我给你找一匹快马。阿离，你是不是很希望我去给人家当驸马呀？苏国公说笑了，我哪敢左右你的决定？我若是答应了，你定不会轻饶我。何以见得？我就是知道。那你是不是还知道婉宁嫁到李锦家了？这是不是跟你的计划不太一样啊？是有些变故，不过也算是意外收获。李锦这个人呢，心高气傲，想必每日见到婉宁，必定心里不太舒坦。现在李家表面上风平浪静，其实内里风起云涌，就看到时候药效消失了，这个锅谁背喽？这招用得漂亮。跟肃国公学的。那大昭那边呢？你有把握了吧？我用了别的法子令其出兵，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，只等时机成熟，等鱼儿自己游进来。沈学士，你要找的一些记载稀奇草药的古籍我找到了，记载的地方我也放了书签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有事再吩咐我。主君，皇城司剩余的将士都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发配边疆了，但有一个人想要活命，主动提供了情报。他是专门负责看管皇城司军械库的。之前听人私下议论说，皇城司3个月前领了超出申领数目的军械，但超出的那部分并未经他手入库。军械都是统一发放的，由各军上报武库署核准，再下发文书到武库，是多少发放多少。如果超额领取的又没入库，那说明超出的那部分被成王纳入了。成王最近的确在招兵买马，军械乃管制物。这么看来，皇城司不但不给圣上看门，反倒在替成王倒腾军械。这么说来，连武库署都出了贼。我查过了，武库署负责审核皇城司军械领用的叫曹斌。主君，要去武库署一趟吗？直接去姓曹的家中抓人。是。相公，你醒醒啊！相公，相公，相公，你醒醒啊！相公，又玩一个。他们这畏罪自杀的套路，真是玩不腻。这里有烧纸的痕迹，这曹斌自杀前烧什么东西了？曹斌的遗书，他承认与皇城司同流合污，违规审核超额军械，但他没有交代那些军械去了哪里，都是些精心编造的谎话。苏国公，主君，武库署黄署令。黄署令，消息挺灵啊。你这是来包庇下属了？苏国公不可胡言呐！我也是刚刚得知情况，就连忙赶了过来。你的下属勾结皇城司私卖军械，你可知情？自然是不知情了。军械领用的审核是由属城来做，而负责审核皇城司那边的属城正是曹斌。我真没想到，那皇城司竟买通了他。曹斌近来除了审核皇城司，还审核了哪家？应该是侍卫亲军司。哦，这么说，连侍卫亲军司的军械领用都有问题？我也是刚刚得知，曹斌把署内存放的侍卫亲军司和皇城司的所有文书都拿走了，说是觉得有问题，要逐一核实。
那看来这火盆里烧的，应该就是这些文书了。侍卫亲军司去武库领取军械时，可有凭证保留？有，每次军械出库，武库那边都会记录在查。文纪，你陪黄首领走一趟，把侍卫亲军司的记录取回来。是。黄首领，请吧。主君，你是怀疑侍卫亲军司也？既然这姓曹的有问题，自然也要排查一遍，以绝后患。那要不要和老将军打个招呼？毕竟现在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张威是他提拔上来的。我查然连圣上都不打招呼，凭什么要跟他汇报？是。殿下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哪儿需要跟你汇报吗？我陪着你。你是要监视我吗？不敢，只怕殿下出了门，这万一孩子出了什么意外，怕是我们都担待不起啊。你竟然敢咒我呀！既然殿下执意不肯我相陪，那么我就不强求了，只希望长公主早去早回。哼！我查遍了古籍，也一无所获。听闻这京城里，王大夫你最见多识广，所以想劳烦你帮我找找，是否有这种药。若是能找到，我定有重赏。沈学士，请放心，小人定会全力查找。哥，长公主来了。殿下有事啊，就叫玉龙去呗，还亲自到家中来，真是让我们沈家蓬荜生辉啊！谢殿下。沈夫人，我与沈学士有事要商量，不希望有任何人来打扰。啊，是。我也希望我来沈家的事情，不要有任何人知道。长公主从未到沈家来过。走吧，沈学士。请。你刚嫁到李家就来我这里，难免会惹人非议。非议？我现在都听你安排了，你还怕流言蜚语吗？我只是担心李公子那边知晓后，会对我心生芥蒂。哼，那都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胆子了。他倒也罢了，反倒是你，怀有身孕还出来行走，要是出现任何闪失，你叫我如何是好？你别担心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只不过我要继续待在李家，那可就危险了。在李家受欺负了？他敢，但是在李家，我干什么事都不顺，我都快烦死了。是你又发脾气了吧？我不过就摔了几个碗而已，那个李姐居然还敢给我脸色看，什么东西？委屈你了。你知道我委屈还不带我走？成王事成之日，便是你我定亲之时。不过婉宁，我想提醒你，没有人会像我这般待你，所以你要收敛你的性子，不要对李景咄咄逼人。他毕竟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没有受过这种委屈。为了孩子，你要顾全大局，平平安安地度过这段时日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。啰嗦。抱我。沈郎，你说我们的孩子该取什么名字呀？名字里要有你。我希望他这辈子
都可以宁静祥和，像雪一样洁白干净。沈、宁、雪，那我便唤她的小名，小雪儿。好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们的小雪儿一定能够健康成长。肃国公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啊？没什么事，我就不能过来坐坐？哎呦，那自然是欢迎的。只不过我看你最近一直在忙着皇城司的案子，没空来我这儿。没成想，都指挥使也很关注皇城司的案子。此事涉及大昭公主遇刺案，震惊京城，想不关注都难啊。听说已结案整顿中？结了，又没结。哦，我们发现皇城司那边买通了武库署负责审核的曹兵，从武库领到了超额的军械后，私自贩卖。竟有此事！这个曹兵除了给皇城司审核军械，都指挥使，你猜一下，他进来还负责给谁审核呢？肃国公请放心，我们都是按照规定领的军械，从武库领到多少就入库多少，绝对不会徇私枉法。我从武库署的署令那儿要了贵司的出库记录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我想审核一二，以示公正。应该的。徐直，在。这是我司负责军械的周曹参军徐直，见过肃国公。武库署那边出了些问题，他想核查我司军械，你理应好好配合才是。是，肃国公，请。来人，传口讯给萧老将军，说我要约他一叙。是。肃国公请看，这是我们每一次向武库署申领军械时的申领文书，这是我们提取军械后的回执文书。陆基，是。每份文书都是1份2件，一件交由武库署，一件由我司保存。跟从武库拿回的记录数目全都对得上。这些文书我能保留吗？尽管拿去，不过用完也请完璧归赵。主君，这件事表面上看起来滴水不漏，像排练过一样。那个曹兵急急忙忙烧了本书，那么侍卫亲军司超额审批的嫌疑就不能排除。但出库记录却又能对得上，那说明出库了超额的军械，但篡改了记录。主君，武库署黄树林那边查到，他们军器间生产的军械总量大于实际出库的军械总量，说明曹斌的确和侍卫亲军司串通，篡改了记录，出库了超额的军械。布控，把那徐直给我抓了。是。萧衡怎么会去查侍卫亲军司呢？这不是皇城司的案子，查出来与武库署狼狈为奸，贪污军械，所以他怀疑我司也涉案。将军，肃国公这性子你是知道的，认定的事情，就算掘地3尺也要挖出来，而且用刑的手段也是一绝呀。所以我这，你找我是不想他继续查了？不，我司不怕任何人来查。但是这查案，他得摆事实、讲证据啊！倘若你一点证据都没有，擅自就把我的人抓走用刑，那我自然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将军提携过我，所以我思前想后，这事得提前跟你禀报一声，以免到时候误会。他如果乱来，我不会纵容的。有将军这话，我就放心了。殿下这么晚回来是去哪儿了？没有人会像我这般待你。
所以你要收敛你的性子，不要对李景咄咄逼人。他毕竟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为了孩子，你要顾全大局。我去长公主府收拾一些东西。长公主府和沈玉荣家，我记得是2个方向。你跟踪我？殿下现在名义上还是我的夫人，你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去到别的男人家里，若是被别人看见问起，我请教殿下，我该作何解释？李锦，你不要在这儿阴阳怪气的跟我说话。我嫁给你，是你们李家的福气。说到底，我们就是一种合作。你若是诚心帮我，日后我定会多赏些东西于你。你若在这儿跟我找茬儿，对不起，我定会随时找你们李家算账的。我哪儿敢找茬啊？我不过是想保护好长公主和你的孩子。毕竟你和沈玉荣的事，若是传了出去，大家都难堪得很啊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要不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早就撕了你的狗嘴！殿下息怒，孩子重要啊！我再不治治他，都骑到我头上。你好啊，徐直。是你？你们要干嘛？所有的进口文书不都给你们了吗？你们可以去清点，可以去比对。以为姓曹的自尽了，烧了一些文书，篡改和伪造了出库记录，我们就查不到了吗？我没有多拿的，没有超额。武库署那边我们已经查过了，就是你们侍卫亲军司超发了军械。为什么不说是他们私卖的？很好，嘴硬是吧？那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别！主君，审的怎么样了？还嘴硬着，先关他一晚上，明儿个应该就会招了。继续审，我等不到明天。是。报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张威正带领手下包围故宫府。都指挥使这是何意啊？要来做客，也不该带这么多人呢。做客？我跟你苏国公还没有那个交情呢，把我的人掳走了，一个交代都没有。我限你半个时辰把人给我交出来。若是我不交呢？那就试试。都别动！怎么回事？张伟，将军，我之前跟你交代过，他若不敬，我也只能如此。今天必须把我的人给我交出来。都指挥使这么慌张，莫不是怕徐直把你给供出来？你都别动！张伟，给我个面子，1天之内保证把人送还。将军，那就拜托了。撤！把人先放了。私扣侍卫亲军司的人，滥用私刑，你无法无天了你！我奉圣上之命办事。你已经越剧了，孙子。侍卫亲军司的案子
归三衙审，我会亲自把徐直送到三衙受审。你可以和他们一起审，不能私审，更不能用刑。此事跟你有关系吗？走，跟我里边说。有什么就在这里说。哎呀，几年没管你长大了哈，无法无天了你啊！8年前我父亲李喜死了，你都没查。如今我要查你提携的人，你却来救我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你父亲的死是意外。先把人放了，跟我回家说。我早已没有了家。关门。私自抓人囚禁用刑，你就不能改改你这套吗？4位亲军司是禁军，不是看见你就两股战战的文官，一旦弹压不住，这就是下场。陛下怎么不说，这么多年他们还是只会事后参我？你少跟我来这套！事情的来龙去脉这已经清楚了，武库署和4位亲军司都有可能有问题，你为什么不听软柿子捏，非要啃硬骨头？你也不学学你们家老将军。看来这里面也有他的一本。是有他的，唯一一本替你求情的张威违你国公府的事情，现在京城传成什么样了？好多人对你一贯先斩后奏，没有证据就抓人用刑，本来就颇有微词。现在可好，借着侍卫亲军司的由头，新仇旧恨全都上来了，本本都在参你，你要朕怎么保你？这样不好吗？陛下一眼就能看出朝中的党派之分。众口铄金，你先把人放了。回家休息几天。这种关头我怎么能休息？这种时候你就应该回去休息。强极易舍，凡事有度，你也该休服了。朕已经传了圣旨，命你在家静逼2天。